你好呀，這裡是默默的投資筆記。營收增長 61%， 淨利潤增長 183%， 毛利率超過 91%。 Reddit 交出了一份幾乎挑不出增長毛病的財報，但股價並沒有因為財報一路向上，反而是在納入標普500的消息刺激下，單日突然上漲 12.6%， 這就形成了現在最值得研究的矛盾。基本面確實更強了，可指數資金推動的大陽線到底值不值得追？上一期股價 165.63 美元時，我給出的評級是增持，目標區間190到225美元，最新價格來到 178.09 美元，這次的評級調整為謹慎增持。長期增長邏輯沒有壞，已經持有可以繼續觀察，還沒有持倉更適合等價格回到165到170美元，而不是追這根大陽線。合理價值、兩檔觀察區間和需要重新評估的條件，後面逐一展開。Reddit 更像由興趣社區組成的公開討論庫，用戶會圍繞具體問題分享真實經驗。這些內容既能吸引搜索流量，也能讓廣告主接觸到意圖更明確的用戶。現在市場爭論的重點已經不是它能不能增長，而是增長能不能持續，快到足以支撐40多倍的市盈率。我梳理了4個最關鍵的數字。第一，第二季度營收 8.05 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61%。而且這是連續第8個季度增長超過 60%， 這種連續性比單季爆發更重要。第二，日活躍獨立用戶達到 1.303 億，同比增長 18%， 中活躍獨立用戶達到 5.146 億，同比增長 24%。 收入增速明顯快於用戶增速，說明平台不只是人變多了，每個用戶能夠帶來的商業價值也在提升。第三，廣告收入 7.62 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64%， 佔總營收接近 95%。 這證明廣告工具和投放效率正在改善，但也把風險寫得很清楚。 Reddit 現在仍然高度依賴廣告，一旦廣告需求轉弱，第二條收入曲線還不夠粗壯。第四，淨利潤 2.53 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183%， 淨利率 31.4%， 自由現金流 2.61 億美元。公司不再只是講增長故事，而是開始把用戶和廣告增長变成利潤和現金。先看股價本身， Reddit 最新價格是 178.09 美元，8月14日單日上漲 12.6%， 成交量也明顯放大。過去52周最低 119.27 美元，最高 282.95 美元，當前價格大約位於區間中部偏下，距離高點仍有 37% 左右的空間。技術指標給出的信號沒有這根大陽線那麼樂觀。12日指數移動均線是 163.12 美元，26日是 167.81 美元，短期均線仍在長期均線下方， MACD 還在零軸下方， RSI 為 55.3， 沒有過熱， ADX 只有 15.9， 趨勢強度也不高。布林帶中軌在 165.84 美元，上軌在 190.23 美元，所以165到170美元是第一支撐帶，190美元附近则是第一道壓力。現在還不能直接認定新趨勢已經形成。接下來聊聊估值。先說結論， Reddit 的增長配得上溢價，但 178.09 美元並不是明顯低估。公司當前市值大約360億美元，扣除現金後的企業價值約332億美元，滾動市盈率大約 41.4 倍，企業價值相當於近4季收入的約12倍。用現在的盈利算市盈率，就像只看一個人今天的月薪估身價，沒有考慮明年漲薪。可問題是，市場已經提前按它會持續快速漲薪來開價了。只要收入增速從 60% 掉到 30%， 或者利潤率停止擴張，估值壓縮就會比盈利增長更快。估值真正的支撐來自下一階段盈利。按2027年每股收益 5.8 到 6.8 美元，給予30到34倍市盈率，基礎合理區間大約是174到231美元，情景加权價值約205美元，比現價高 15% 左右，向上空间存在，但安全墊還不夠厚。基本面先說亮點，再說問題。第二季度毛利率 91.3%， 淨利率 31.4%， 調整後利潤率 42.6%， 也就是每帶來1美元收入，直接成本不到9美分。國際收入增長 84%， 遠快於美國市場的 56%。 下一階段增長不只靠本土用戶， ROE 這項指標也要看它是怎麼來的。上一期滾動 ROE 大約 26%， 用杜邦思路拆開就是净利率、資產周轉效率和权益乘數共同作用。
現在淨利率已經提高到 31.4%， 同時公司賬上有 27.86 億美元現金和有價證券，稀釋後股數同比只增加 0.2%。所以回報改善主要來自盈利能力和商業化效率，不是靠高負債把數字乘起來，這種質量更扎實。問題也很集中，廣告仍然貢獻絕大部分收入。搜索引擎的流量規則如果變化，可能影響新用戶獲取。人工智能數據授權和站內搜索目前還不足以獨立支撐估值，高估值本身也是風險。財報只要從大幅超預期變成符合預期，股價就可能承壓。我基於公開信息梳理了3種公司經營情景，多頭情景概率 25%， 目標價270到320美元。對應的条件是廣告工具持續提高轉化率，國際收入保持高速增長，人工智能數據授權和搜索形成第二增長曲線，同時利潤率繼續擴張。基礎情景概率 55%， 目標價170到220美元。收入增速逐步回落到 40% 左右，廣告需求保持穩定，利潤率繼續釋放，但估值需要用時間消化。這是目前權重最高的路徑，當前178美元，正好位於這個區間的下部。空頭情景概率 20%， 目標價110到140美元。觸發條件包括搜索流量受到衝擊，廣告增長明顯失速，人工智能授權價值低於預期，或者高估值快速壓縮。3個情景加權之後大約是205美元，相對當前價格的潛在上行約 15%， 但空頭情景的下行幅度超過 20%， 所以買入價格仍然重要。最後說说我自己的操作策略，评级是謹慎增持，基礎合理区间174到231美元，還沒有持倉，不建議在178美元追指數納入帶來的大漲。165到170美元是第一觀察區，這裡靠近布林帶、中軌和均線密集區，可以考慮小倉位分批觀察。如果股價進一步回到150到158美元，同時廣告和用戶增速沒有惡化，這會是安全墊更厚的第二觀察區。已經持倉可以繼續跟蹤基本面，上漲到190到205美元，可以分批降低波動。只有站穩205美元並且增長繼續超預期，才需要重估區間上沿。這次不設置一個機械的價格止損，真正的失效條件看經營數據。日活躍用戶增速跌破 10%， 廣告收入增速連續跌破 30%， 淨利率明顯回落，或者股權稀釋重新加速。出現其中任何一項都說明原來的增長和盈利假設正在變化，需要重新分析，而不是只看股價跌了多少。總結一句話， Reddit 這份財報證明它正在從高增長社區平台變成高利潤廣告平台，長期價值比上一期更扎實。但納入標普500帶來的單日上漲沒有同步擴大安全墊，178美元可以繼續觀察，165到170美元更適合開始行動，150到158美元才是更有吸引力的第二檔價格。如果你也在研究 Reddit 或者數字廣告這條賽道，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行業看法。覺得內容有用的話，點個讚並關注支持一下，咱們下期見。